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你寻找真相的频道。每个思想家都希望能建立起自己的宏大理论，这个理论可以穷尽所有，包罗万象，其目的是为人类发展找到终极的方向。古代中国有孔孟，希腊有柏拉图、亚里士多德，中世纪及以后，中国有朱熹、王阳明，西方有康德、黑格尔，他们都是人类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人物。确实为人类的发展提供过思想，指引过方向。当然，他们的这些理论也不是一个人完成的，是几代人，有的通过上千年甚至几千年的努力慢慢完成，逐步完善的。如果我们把这些理论和思想只当作一家之论，只当作人类思想的山峰中的各个山峰之一，只当作了每个具体时代的推动力量之一，那么他们对人类社会的贡献都是正面的。如果我们把它们当成了无法质疑的经典，不可逾越的高峰，是人类的终极真理，那么它同样会阻碍社会的进步，会成为人类给自己带上的桎梏。当然，我们不能苛责于始创者，我们甚至也不能责怪为这个理论的完善而付出毕生智慧的后代学者。那些最终能反噬自己的理论，一定是已经和权力捆绑在一起，成了权力存在合法性的理论。只有这样，本来只是作为人类思想之一的某种理论，最后成了压制所有其他思想的工具。当社会普遍接受这种思想，这种思想和权力捆绑以后，任何的理论改变也只能从这种思想的内部去找突破口。理论的颠覆往往始于理论的缝隙。中国传统社会的思想主体是儒家思想，虽然从一开始儒家就分为八派，以后也有公羊、谷梁、今文经、古文经、理学、心学，甚至新儒学等的不同，但就其总体思想而论，都坚持儒家思想的基本原则。也就是说，儒家思想内部尽管一直有争论，但都是对儒家思想本身的修补，而不是突破。儒家的思想一统一直到晚清都没有根本的改变。晚清时期，西方影响到中国的不只是贸易，更重要的是科技。科技的影响和思想不同，思想是看不见的，影响也是渐进的，科技是可见的，是瞬间就可以改变现状的。对于这样的千年未遇之变局，不只是清政府无法回避，知识分子更是需要做出合理的解释。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西方比我们更先进？洋务运动的兴起，可以说是晚清知识分子，大多实际是政府高层官员对原来理论的一次重大修正。像以前遇到的无数次的思想危机一样，儒学受到过玄学、佛学的冲击，晚清的这批知识分子依然想从儒家思想中找出理论依据，从而弥补这些理论的缺陷，让儒家思想能跟进世界的现代化脚步。晚清知识分子的理论努力，从某种程度上就是想证明儒家思想有着永恒的生命力，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有着原则的指导意义。这些努力无非想证明，儒家思想还是这个世界最先进的思想，对人类社会还是有指导意义。晚清时期虽然有保守派和洋务派，实际上他们的思想没有因为不同的派而有根本的不同。我们现在认为的洋务派，骨子里没有西方的思想，他们的思想和保守派一样，还是把儒家思想当作是最先进的思想。当时的两派有一个共识，西方的声光电化之学都是机巧小术，是不足以与圣人之道，玷污圣人之道的。这不是保守派的观点，这也是支持洋务者的人的观点。他们还在理论上寻找依据。罗江和利者在《瀛海论》中说，西学源于中国，机器亦源于中国。这种观点我们现在也时有听到，比如计算机来自于太极理论，机器人来自于木牛流马，甚至英语源于湖南等等。相比于现在的这些观点，晚清的知识分子比他们走得更远。如果这些理论能增强自信，现在这些人不妨找他们的这些书过来看看，在这些书里能找到更多的案例，尽管你看了会感觉啼笑皆非。我们举几个当时已经开眼看世界的先进知识分子的文章，在他们的著作中大多都是这样认为的，西方的思想和理论其源头都在中国。像黄遵宪的日本杂事师的学校自著，王之春的黎策威严的广学校，陈赤为郑观应盛世威严所写的序等等。近代历史上最有名的观点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就源于当时这批人的思想。我们现在的理解往往把中学为体和西学为用分开的，
想当然地认为以前的洋务派他们是固守儒学思想，只是利用西方技术。实际上，这种误解是错误的。洋务派们从来不认为西方的思想有先进之处，他们觉得西方没有思想，他们的思想都源于儒学，所以固守自己的思想也就包含了西方的思想。所谓的西学为用的西学，不包括思想，而只是技巧，是我们不屑于研究的技术。冯桂芬在孝宾炉抗议中写道：“如以中国之伦常名较原本，夫以诸国富强之术，不更善之善者哉？”其他如薛福成以中学为道，西学为法；王涛以中学为道，西学为器等，都是这种意思的阐述。以上这几位都是当时最有影响的思想家。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的正式提出是孙家鼐，他在义复开版《京师大学堂折》中首次使用了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一词。他说：“以中学为主，西学为辅；以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。”可见，孙家鼐对京师大学堂现北京大学的办学宗旨就停留在这样的认知上。虽然当时的知识分子在对中西学的关系上还是有着统一的认识，不像我们后来的理解是完全的对立，但这种试图弥补儒家思想缺陷的努力，实际已经在内部产生了缝隙。这种缝隙随着西学影响的加大和国门的打开，最终从根本上摧毁了儒家思想的根基。当然，思想是复杂的，任何思想一经形成，特别像儒家思想，对国人甚至对华人世界的影响之深，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。我们目前要做到的，就是认知思想的根本，真正做到取其精华，去其糟粕。最后要补充的是，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，在当时已经是知识分子的共识，很难说真正的首创者是谁。目前能看到的最早文字记录是孙家鼐，一般都把这句话的首创者归功于张之洞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